大家好，我是杨堂主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主儿，绝对是历史上最矛盾的狠人。他是个瘸子，却横扫欧亚大陆；他屠城百万，却把撒马尔罕建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明珠。他模仿成吉思汗，却差点把明朝也给端了。他死在了远征中国的路上，结果历史因此拐了个大弯。他就是铁木儿，那个让欧洲颤抖、让中东流泪、让印度崩溃的突厥蒙古征服者。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跛子帝王的帝国始末扒得明明白白，保证你笑中带惊，惊中有思。话说1336年，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南边的可什城，一个突厥化蒙古巴鲁纳斯部的婴儿呱呱坠地，他就是铁木儿。注意啊，这哥们儿不是成吉思汗直系后代，在那个血统决定一切的草原时代，这简直是创业路上最大的融资障碍。就好比今天你想在互联网圈混，却没有大厂背景，也没拿到过天使轮，难啊。年轻的铁木儿一开始混得并不咋地，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足青年。他干过抢劫商队的勾当，结果在1362年一次抢劫中被人射了一箭，右腿从此跛了，得了个外号叫跛子帖木儿 Tamerlan。 但你别说，这瘸腿反而成了他的 buff 加成。就像游戏里那些看起来弱鸡的角色往往藏着逆天技能一样，帖木儿的军事天赋和政治手腕简直是开了挂。他怎么发家的呢？简单说就是抱大腿、踢大腿、自己当大腿的三步走战略。第一步，他联合表兄忽辛推翻了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，这叫借船出海。第二步，他反手就把忽辛给杀了，这叫过河拆桥。第三步，1370年，他在巴里黑自称大埃米尔，建立铁木儿帝国，后来迁都撒马尔罕，改称苏丹，这叫自立门户。但问题来了，他不是黄金家族的人，怎么让蒙古人服他呢？这哥们儿聪明啊，他娶了东察合台汗国可汗的女儿，成了驸马爷。这样就有了黄金家族的联姻背书，相当于拿到了成吉思汗品牌的授权。然后他又扶持一个傀儡可汗，自己在背后当太上皇。这操作比现代公司的 VIE 架构还溜。铁木儿的扩张那叫一个简单粗暴有效。他的军事原则就两条，要么投降当顺民，要么屠城到鸡犬不留。咱们来看看他的征服路线图，简直是一部血色浪漫史。一、中亚内战1370到1380，先搞定东察合台汗国，统一河中地区。这相当于创业公司先巩固大本营，把产品打磨好。二、波斯攻略1380到1393，这是铁木儿的第一个大目标。他打伊斯法罕的时候，城里的人不识好歹，杀了他的使者。结果铁木儿怒了，下令屠城，用7万颗头颅堆成了一座人头金字塔。这波操作直接把波斯人给整懵了，以后再遇到铁木儿基本都是望风而降。三、花剌子模与钦察汗国1387到1395，花剌子模就是当年被成吉思汗灭了的那个国家。这次铁木儿又来了个2次打击，彻底把这个地方从地图上抹掉了。然后他2次北伐钦察汗国、金帐汗国，在昆都尔察河谷和杰列克河2次大败对手，还把萨莱、伯克尔等首都烧成了白地。这一下，蒙古4大汗国里就剩伊尔汗国的残余势力和元朝、明朝了。四、印度狂欢1398，
这绝对是帖木儿最残忍的一次征服。他带着12万大军翻越兴都库什山，直扑德里苏丹国。在德里城外，他先是把10万印度战俘全部屠杀，理由是担心他们在攻城时造反，然后攻陷德里，烧杀抢掠1个月，把这座印度首都变成了人间地狱。但搞笑的是，他抢了无数财宝后，觉得印度太热太脏，居然又撤回了中亚。5. 安哥拉奇迹1402，这是帖木儿军事生涯的巅峰之战。他遇上了另一个狠人，奥斯曼帝国的雷霆巴耶济德一世。当时奥斯曼帝国正准备围攻君士坦丁堡，统一东地中海。结果帖木儿横插一杠，在安哥拉今土耳其安卡拉把巴耶济德打得全军覆没，还把这位奥斯曼苏丹关在铁笼子里游街示众，最后巴耶济德羞愧而死。这一战直接拯救了拜占庭帝国，也让欧洲人松了一口气，毕竟没人想同时面对2个上帝之鞭。你说帖木儿是不是故意的？他好像专门挑那些正准备搞大事的国家下手，简直是历史的搅局者。讲到这里，肯定有观众要问了，这帖木儿就是个杀人魔王啊，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你就错了。帖木儿绝对是历史上最矛盾的统治者，没有之一。他的残暴和他的艺术品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残暴面，屠城是家常便饭，伊斯法罕7万颗人头，德里10万战俘，大马士革全城焚毁。他规定，只要有一座城市敢反抗，就必须把所有居民杀光，一个不留，以此威慑其他城市。他的军队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变成人间地狱，经济崩溃，人口锐减。艺术面，他把撒马尔罕打造成了东方的罗马，从世界各地掳来最顶尖的工匠、学者、艺术家，在撒马尔罕建造了宏伟的清真寺、宫殿和天文台。他本人虽然是文盲，却对诗歌、绘画、建筑有着狂热的爱好，经常和学者们讨论哲学和宗教问题。他的孙子兀鲁伯后来成了著名的天文学家，建造了撒马尔罕天文台，编制了兀鲁伯星表，领先欧洲几百年。这就好比一个黑帮老大，一边砍人放火，一边却在自己的豪宅里收藏毕加索的画，还请音乐学院的教授来家里开音乐会。你说这是不是精神分裂？但这就是帖木儿，一个矛盾到极致的征服者。1404年，帖木儿已经68岁了，按说该退休养老了吧？但这哥们儿偏不，他集结了20万大军，准备远征明朝。当时正是明成祖朱棣刚篡位不久，国力强盛，号称永乐盛世。这要是2大帝国真打起来，那绝对是世界历史上最震撼的战争。帖木儿为什么要打明朝？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他想完成成吉思汗、魏晋的事业，统一蒙古帝国，包括元朝的残余势力。第二，明朝在西域的势力扩张影响了他的利益。第三，他可能觉得自己时日无多，想在死前再干一票大的，创造一个前无古人的历史记录。结果呢？1405年2月18日，帖木儿在行军途中因为严寒和劳累，突然病逝于俄达拉城，今哈萨克斯坦境内。他的死直接导致远征明朝的计划流产，20万大军群龙无首，只能撤退回中亚。而明朝这边，朱棣还在等着和帖木儿决战。结果等来的却是他的死讯，历史就这样被一个小小的感冒给改写了。帖木儿一死，他的帝国立刻陷入了内战，他的儿子们
为了争夺皇位，互相残杀，打得头破血流。短短几年时间，这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就分崩离析，分裂成了几个小汗国。而他的后裔巴布尔后来跑到印度，建立了莫卧儿帝国，这是后话了。好了，咱们来总结一下铁木儿帝国的始末和影响。帝国寿命1370到1507年，共137年，其中铁木儿本人统治了35年，1370到1405是帝国的黄金时期。历史地位，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草原征服者。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游牧民族能够建立如此庞大的帝国。他的征服暂时阻止了奥斯曼帝国向欧洲扩张，拯救了拜占庭帝国，间接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进程。它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，虽然是通过暴力的方式，但客观上推动了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和发展。历史教训，靠暴力建立的帝国终究无法长久。铁木儿死后，帝国迅速分裂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文化和艺术的力量远比军事征服更持久。撒马尔罕的建筑至今仍在，而铁木儿的屠城记录只留下了骂名。个人的野心可以改变历史，但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规律，不是一个人能够完全左右的。最后给大家留个思考题，如果铁木儿没有死在远征明朝的路上，他和朱棣的战争谁会赢？明朝会不会因此灭亡？历史会不会被改写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喜欢本期内容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订阅或转发给喜欢的朋友，谢谢。我是杨堂主，下期有网友点名吐蕃王朝，再见。